内亚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在广义上常用来指代东起亚洲东北部海岸线，西抵里海的广阔地域上，由数个地理单元组成的区域。东北亚是内亚的边缘，满洲是东北亚的核心。古满洲的地理范围包括今天环渤海的满洲、幽燕、山东半岛和朝鲜半岛。环境因素对人的影响是最大的。人类的文明演进和历史轨迹主要由地缘位置所决定。白山黑水，沃野千里，这里孕育了以满洲为家园的各族群，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传统。不论来自何方，人们一旦在这片土地上生息演化，地缘模板和政治生态自然而然地会将他们塑造为满洲人。自古以来，满洲的地缘、经济、文化、政治与东北亚一脉相承。封建性共主共同体的满洲，从高句丽到满洲国，都与大一统集权的中国完全属于两个系统。10万年前，智人走出非洲，向欧亚大陆扩散，在内亚形成以欧亚大草原为活动舞台的游牧文化。伴随着马匹的驯化，游牧文明的迁徙能力发生了飞跃式发展。西部一支为雅利安人及古印欧人，东部一支为阿尔泰人。在中亚地区，则是两种族群的混合型。欧亚大草原如同文明传播的高速公路，游牧族群如同蜜蜂，将两河原文明的花粉带往各地，与土著文化结合，点亮了欧亚大陆文明之火。新石器时代开始，随着技术飞跃和迁徙能力的提升，内亚草原开始日益繁荣和忙碌。内亚的文明潮汐开始渐次冲刷东亚大陆的边缘和角落。满洲作为内亚的一部，具有与来自西方的文明得天独厚的交通信息渠道，因此在文明进程和技术组织上总是能近水楼台，先于东亚一步。先后出现了玉石之路、青铜之路、战车之路、铁器之路、丝绸之路以及黑雕之路。古老的玉石之路发祥于内亚阿尔泰山地区，东传经由蒙古高原，进入满洲和满洲的地理延伸燕辽地区，再由史前历次进入中国的满洲殖民者传播至整个东亚。在俄罗斯阿尔泰地区考古发掘中，丹尼索瓦洞穴的玉质环和坠饰等
其年代测定约在距今38000年前，这是人类已知最早的玉器。距今12000年以前，满洲国奉天省鞍山海城仙人洞出现了玉制品，是满洲最早的玉制品。北满乌苏里江畔的饶河小南山文化出土的距今9000年前的大量玉器，是东北亚和东亚目前已知最早的玉器文化。热河省和辽西地区距今8000年前的兴隆洼等地出土的大量精美玉器，远远早于中国地区。6000年前，满洲西拉木伦河流域兴起举世闻名的红山文化，出现以玉猪龙为代表的玉石艺术。玉猪龙的图腾预示了对猪的饲养是满洲众多族群共有的鲜明特征。史籍中关于满洲各族多猪无羊、为食猪鱼、善养猪等记载不绝于书。东湖或者通古斯就是阿尔泰语言称呼养猪的人。直到今天，满洲最具代表性的饮食仍然是杀猪菜、血肠、酸菜、饺子、饽饽、面饼等等，无不是内亚高速路上的灵魂食品。晚期红山文化，距今5000多年前的牛河梁，出现了满洲最早的宗教和国家雏形。女神庙、祭坛、冶金、坟冢的出现，都显示了内亚文明潮汐的深远影响。红山文化与满洲之前的古文化具有明确有序的传承关系，是商族、燕族、肃慎、东湖、魏末、扶余、鲜卑、高句丽、契丹、女真、三韩、大和等东北亚民族的重要源头。目前学界按时间和文化特征推测，最早征服中国的轩辕皇帝很可能属于红山文化。满洲的红山文化影响中国的龙山文化，中国的龙山文化取代东南亚的大汶口文化，正接住了内亚反复殖民东亚、东亚不断殖民东南亚的整体历史格局大势。文明如同水流，每一次满洲崛起的强大文明都无法拒绝南下入关的诱惑。红山文化或者掌握了内亚战车技术和青铜武器的族群，南下征服黄河流域，大概就是中国人所谓的轩辕皇帝。轩辕显然就是战车。皇帝族群是来自内亚的殖民者，而中国人的主体部分仍然是东夷和百越后裔，这在分子人类学上十分明显。在中国本部，特别是东南部、东亚和东南亚的欧系 Y 染色体占据绝对优势，而在内亚及其辐射范围的满洲、幽燕、晋国等处，则呈现出非常高的基因多样性。来自内亚的 N 系、C 系、R 系、Q 系等等，往往占据了30%到40%，在乡村地区往往更高。多样性和多元化是带来活力和进步的重要因素。内亚的满洲、燕晋等地居民的样貌、气质和文化形态，与中国本部自古以来就有较大差异。作为源自满洲、崛起于燕辽地区的殷商，是继黄帝族群之后的第二批征服中国的殖民者。商族也称殷族，殷者燕也。商族的图腾与燕族和高句丽等族群一致，都是玄鸟，
都有卵生的神话，都大量采用亳、番、亳、普、亳这一类源于阿尔泰语特有的地名。渤海的渤也是亳，同样扶余也是另一种转写。阿尔泰语言的 bobo 就是家的意思。假如不考虑神话象征性质的轩辕黄帝，类比后来一再重复的历史模式，那么红山文化就是满洲殷商入关前的圣乐、燕京或圣京，成汤则相当于拓跋圭、完颜亮或者顺治帝。燕辽人在环渤海圈形成的渤音的雏形，南下入关中国，征服东亚、东南亚土著东夷和百越，形成了以夷越为主体、内亚殖民者为上层的中国式东亚帝国。由于内亚征服者总是人数较少的一方，殷商入主中国之后，很大程度上被夷越土著同化，从而形成了中国人的前身，淡出了满洲历史序列。随着政治结构和人口结构的改变，在文化上也出现了急剧分化。与满洲幽燕故地的传统不同，殷商开始出现了血腥的活人祭祀、大规模的人殉，以及热衷于发起征服战争、掠夺奴隶。而此时留在燕辽故地的满洲幽燕各族群，则形成了古燕国、孤竹、吴中、箕子朝鲜等古国。满洲逐渐形成了燕辽、东胡、魏莫、肃慎四大民系。商人殖民中国的时代，蒙古高原东北部、满洲西部和东南部为东胡部落活跃时代，存在约1000年。强盛时号称空闲之士20万。公元前300年，自幼在东胡长大、取得东胡信任的燕将秦开对东胡进行了突然袭击，迫使东胡部落撤出了辽东地区，标志着本来是传统东北亚国家的燕国在政治上走向中国化。与同时代其他中国诸侯一样，抛弃了商周封建政治，转向法家吏治，用耕战的总体战策略征服更多的土地与人民，并把所有人变成原子化的编户齐民。在利用奴隶廉价劳动的资源优势，把更多的自由人变成奴隶。这种不义的行为也开启了满洲国家与中原王朝围绕辽东地区千年争端的开始。公元前206年，东胡被匈奴冒顿单于击败，余部聚居乌桓山和鲜卑山，形成后来的乌桓族与鲜卑族。公元前2世纪，满洲中部魏末系扶余国家开始出现。到494年，后扶余国被兀吉人击败，被高句丽吞并，历时约700年。扶余和高句丽是满洲、朝鲜、韩国、日本的共同源头之一。相传高句丽由扶余金蛙王的养子高朱蒙于公元前37年建立，最初称为祖本扶余，定都武女山城，是为高句丽始祖东明王。公元前14年，儒家社会主义者王莽的大新帝国强行在辽东地区征兵，参与对匈奴的战争，当地人纷纷出塞，逃离中国式暴政，投奔相对自由的满洲地区。王莽帝国因此迁怒于朱蒙，新朝大司马颜由以卑鄙的手段将朱蒙诱杀，
点燃了高句丽和满洲各族群奋起反抗的怒火，而王莽的新王朝也很快被自身的暴虐和不义压垮，仅仅存在了14年便灰飞烟灭。经过100年的经营发展，扶余的地位逐渐被后期的高句丽取代。扶余王代肃被高句丽第3代大武神王击杀后，逐渐衰落。高句丽逐渐成长为东北亚地区的强权，逐步吞并了其周边的扶余、沃举、东魏，并吞并汉四郡。公元2世纪，蒙古高原的匈奴衰落，鲜卑人逐渐取代匈奴人的内亚霸主地位。在谭石怀、柯比能2位联盟共主的领导下，形成了东部、中部、西部3部分。中国王朝政权将新兴的鲜卑视为威胁，利用刺客刺杀柯比能，分化鲜卑各部，但仅仅是延缓了鲜卑人南下的进程。一如既往，中国的大一统帝国将东北亚国家视为威胁，并欲除之而后快。246年，曹魏幽州刺史冠丘俭击败高句丽，东川王败走，冠丘俭残酷屠杀完都城内官员数千人。342年，已经中国郡县化的前年君主慕容晃侵入高句丽，掳走5万多人口，火烧高句丽王宫，并将新完都城再次夷为平地。高句丽小寿林王继位后，开始加强高句丽国内的稳定和统一，公布律令成文法。372年，立佛教为高句丽国教，建立国家教育机构太学，改革军事，高句丽走向复兴。公元4至5世纪，满洲南部逐渐形成鲜卑慕容燕国，西部则出现了鲜卑匈奴混合的宇文部、段部和拓跋部。他们以及其后代关陇集团随后趁中国内乱之际，反复征服中国的东亚地区，在4至7世纪的300年里，先后建立了至少16个国家或王朝，占据24史中10部的主要篇幅。然而万分遗憾的是，不同于同时期欧洲灭亡罗马的日耳曼人诸民族，鲜卑人未能保留其内亚性，即未能保守自由传统和部落联盟的贵族民主，而仅仅是利用卓越的军事力量重建了东亚式的吏治大一统帝国。奴役他人的人自己也是不自由的，在享受奴隶主的特权的同时，鲜卑人的后裔也从自由的武士逐渐变成了散沙化的农奴。从此，鲜卑帝国进入了中国王朝循环的死胡同，走上了与满洲完全相反的方向。在慕容鲜卑立足南满并陆续殖民中国的时期，各内亚民族国家正在中国北方进行着大规模的混战，而满洲的军事技术和组织形式在此期间发生了质的飞跃。在南满地区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双马灯。双马灯的使用使骑兵部队升级为巨装重甲骑兵。这些冷兵器时代的坦克装甲师成为满洲人制霸东亚的陆战之王。此后，马灯逐渐传播至整个东北亚，并经内亚西传至西亚和欧洲，成为和文字、面包、火药一样重要的发明。
并开启了欧洲的骑士时代，对整个世界史的走向起到了决定性影响。这是满洲在技术和军事组织度上追平和反超内亚的开始。慕容部鲜卑人和幽燕人先后建立了5个燕国，直到436年被燕为北魏所灭。大批掌握技术和军事技能的人员不愿被北魏以中国的方式统治，而纷纷归附北方的高句丽，被委以重任，共享封建性的自由。在这些渡来人的帮助下，高句丽的国力日益强盛。5世纪好太王和长寿王统治期间，高句丽进入全盛时期。之后的1个世纪里，保持了在朝鲜半岛对暹罗、百济的压倒性优势，控制了满洲南部地区和朝鲜半岛大部。427年，长寿王迁都到平壤城，以加强对百济和暹罗的控制，政治中心逐渐转移到朝鲜半岛。和中国式政治完全不同，政治上高句丽只要求属国的封建性效忠，因俗而治；各部族内部则享有充分的自由，社会文化开明，男女以几义自由婚配。尽管律令制走向成文法典，但显然是在习惯法的基础上形成。尽管各族群互有征伐，但都是点到为止。失败者仅仅是对胜利者支付封建性臣属和效忠，并没有被编户齐民和郡县化。所以满洲地区保持了原生态的多样性。各族群在一个共主衰落后，自然而然地会崛起一个新兴的族群，成为新的共主，而不存在大规模的人口灭杀和兼并战乱。相反，中国大一统的王朝体制则以集权的统治毁灭了多样性，导致王朝灭亡必然伴随空前战乱和人口的大量死亡。通常只有在满洲和内亚的殖民者介入后，才能建立起新的秩序。而殖民者被中国化以后，还会周而复始重复这一悲惨的循环。中国历史上至少14次人口损失2/3以上的乱世，其发生模式都完全一样。6世纪中叶，高句丽内部政治局势出现动荡，北满地区契丹开始崛起，同时朝鲜半岛的暹罗和百济开始联合进攻高句丽，消耗了高句丽的大量国力。581年，中国在鲜卑人的武力加持下，又一次达成了政治上的大一统，建立了彻底中国化的隋帝国，并把目光投向了东北亚。按照中国的政治传统，不能容忍东北亚存在任何自发的秩序或强权，分流来自内亚的商业、技术资源。为了反制这种威胁，高句丽试图与内亚的突厥汗国结盟。东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高句丽一时内忧外患，成为四战之地。598年，高句丽以攻为守，率先袭击中国控制的瀛州。东北亚和东亚的全面战争爆发，隋文帝杨坚集结30万军队，分水陆两路进攻高句丽，但隋军遇到大雨，运粮困难，水军遭遇风暴，与高句丽交战，损失惨重。
30万军队损失达9%，高句丽则损失轻微，并主动求和，双方遂休战议和。604年，典型的中国式暴君隋炀帝杨广登基，随即撕毁两国和平协议，借口高句丽不朝贡，且与突厥结盟对抗中国，兴师问罪。此时的隋帝国已经耗费极大的人力完成了大运河的修建，可以将东南亚的稻米、纺织品等战略物资以及兵员以廉价的成本源源不断从新征服的江南地区转运到人口压力增加的首都地区以及入侵辽东的前沿基地涿州。隋炀帝用近2年时间集结部队和后勤人员，612年春正式发动对高句丽的战争，战斗部队和后勤人员超过113万人，号称200万。在中古时代人类战争史中空前绝后。隋军部队绵延400公里，昼夜不绝。无数蝼蚁般的民工和农奴在东亚大一统帝国的皮鞭刀剑下承担苦役，充当帝国的炮灰。大量人员在道路上死去或者逃亡。辽东城之战，高句丽主帅乙支文德采取拖延战术，以至于100万隋军5个月毫无进展，失老兵疲。除了高句丽善于守城外，隋炀帝的指挥行为也十分怪异，打打停停，看上去更像是隋炀帝在故意消耗自己的军队，而不是单纯打击高句丽。类似后来朝鲜战争中在长津湖对第9兵团降兵的使用，隋炀帝似乎希望将鲜卑人关陇集团的有生力量尽可能多地葬送在东北亚的战场上，以便更彻底地消除内压性和军事贵族民主的制衡，使臣民尽快成为东亚化的中国式顺民。鉴于辽东城9公不下，隋炀帝分兵海陆并进，绕道袭击平壤，但缺乏补给，又遭到伏击，几乎被全部歼灭。30万陆军只有不到1%回到出发地。随后的613年至614年，隋帝国又2次进攻高句丽，损失惨重，但收效甚微。同时，中国腹地开始爆发大规模兵变和民变，隋帝国顷刻土崩瓦解，隋炀帝在江都被杀，2世而亡。中古时代东北亚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以高句丽全胜结束。尽管高句丽避免了被隋帝国郡县化的命运，国力仍然遭到巨大消耗，而隋的继任者唐帝国很快卷土重来，且有意独霸朝鲜半岛的新罗，为了对抗强大的高句丽，与中国结盟，导致东北亚地区的局势更加复杂，矛盾逐渐激化。渊盖苏文作为高句丽执政期间，主持修建千里长城，防备中国的侵略，并走向军事独裁，杀死容留王和反对他的贵族，改立宝藏王。中国遂以此为由发动战争。644年至645年，唐帝国动员10万军队入侵高句丽。尽管击败了高句丽援军主力，但却被安市城城主奇迹般地阻挡在安市城，无法前进。在城外，
唐军屠杀了3000名俘获的莫羯部战士，作为对东北亚各部族的警告，同时也说明高句丽的军事力量相当倚重莫羯人，即满洲女真人的先祖之一。莫羯人大作荣，后来则建立了渤海国，成为高句丽的继承者。随着649年唐太宗病死，双方短暂和平，但小规模冲突不断。660年至662年，唐与新罗的联军攻灭了高句丽西南的盟友百济，但在蛇水之战中被渊盖苏文击败。666年，渊盖苏文去世，高句丽内乱，唐与新罗趁机夹击高句丽。渊盖苏文的长子渊南生被内部权力斗争所迫，投降唐帝国，并带领唐军长驱直入。各地封建领主忠于渊南生者纷纷放弃抵抗，这成为战争的转折点。667年，新城陷落，高句丽西部防线崩溃。668年，在内忧外患和饥荒中，平壤城陷落，立国705年的高句丽灭亡。李世基看到高句丽的大量典籍史册，据东方书籍于平壤，记其文物不让中国，举以焚之，导致东北亚千年历史随之湮灭。满洲南部暂时落入了中国之手，新罗也终于独霸朝鲜半岛，而高句丽移民不断进行复国努力。新罗也在670至676年通过战争，将唐帝国在朝鲜半岛的势力限制在大同江以北。唐灭亡高句丽而保留新罗，从某种意义上是因为高句丽具有更强的内压性。满洲的地缘是东北亚的核心，而后世常以小中华自居的新罗则相对东亚化，地缘上不再对中国构成威胁。高句丽作为区域共主的7个世纪，对东北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满洲4大民系燕辽、东吴、魏末、肃慎进行了封建性整合，对朝鲜半岛的入关和对日本列岛的秩序输出，增加了日韩的内亚性，冲淡了其原有的东亚和东南亚底色，从而使东北亚地区避免了被卷入中国式吏治帝国的兴国亡忽的惨烈循环，维系了满洲自由传统、独立发展和稳定1000年的封建政治。在共主政治传统中，满洲和燕、齐、朝鲜半岛地区的东北亚族群之间经常出现各族群轮流执政的稳定、有机、平和的封建性结构，而不是中国人习以为常的血腥灭国、大一统的王朝更替。例如，殷人箕子、燕人魏满都曾在古朝鲜担任执政。鲜卑人崛起成为内亚共主，匈奴旧部皆号鲜卑。扶余、高句丽作为满洲封建国家，各自稳定存在长达7个世纪。日本、渤海、契丹和女真以及后金、清都延续了这样一种中古联邦式的共主政治。满洲国五族协和王道政治也继承了这样的政治传统，与西欧的均和国、君主立宪共和国异曲同工。
历史侧重于对国家政权的记述，而对非国家的共同体则不够重视。但社会的活力和文明的精华往往孕育在非国家的自发秩序之中。国家大部分时候是以秩序消费者的面目出现的。满洲和东北亚相对于东亚得天独厚的优势，恰恰是国家组织不发达，达不到农业社会全体郡县编户的程度，也就没有产生中国式的大一统和中国式的大灭绝。满洲总是同时存在不止一个政治势力，彼此形成制衡，即使出现政治统一，各族群仍然维持封建自治，去中心化，避免了大一统王朝的一王俱亡。所以满洲国家总是能以各种形式复国重生。扶余高句丽是满洲最早出现的国家政权形式，其兴起得益于满洲的多样性和内亚交通的便利，其衰落则由于试图郡县化，削弱了封建性原则，放弃贵族民主，推行军事建主的独裁政治和军国主义的穷兵黩武。渊盖苏文一代名将，以其军事才能和个人领导力捍卫满洲的自由独立。短期内军事独裁虽然可以提升战斗力，但长期个人独裁造成权力过分集中和深厚内部纷争，内忧外患，导致国家覆亡。高句丽灭亡后，一部分移民融入朝鲜半岛国家，一部分被迁入中国腹地，一部分进入幽燕地区，加入即将重建的燕国和和硕三镇，一部分留在满洲与莫羯人共同建立渤海国，继承高句丽的国祚，续写满洲的历史。